王浩王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神的信息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默祷，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敬拜。请我们一同起立，靠着我们圣灵的恩膏和大能，他要带领我们脱去一切的重担，恢复他照我们的美形，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一起享在神的国度里。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我们再一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像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圣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可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
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超越众能力，超越众望，超越过全一切被造的，超越过众人的智慧道路，是你创造宇宙和照着夜王国，超越权势，超越过世上的奥秘和知识，超越全世界的金银和财富，无人能测透你的丰富。定是将埋在石洞里，心房孤独被抛弃，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超越众能力，超越众望，超越过全地和一切被造的，超越过众人的智慧和道路，是你创造宇宙和万物，超越众王国，超越权势，超越过世上的奥秘和知识，超越全世界的金银和财富，无人能测透你的丰富。定是将埋在石洞里，受刑罚，孤独被抛弃，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一切，定是将埋在石洞里，受刑罚，孤独被抛弃，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像玫瑰被践踏在地，
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的名大而可畏，你本为圣。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你责备我们的时候，就显为公义。我们现在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这都是我们的错。但你本为善，并不永远怀怒。我们仰望你永远长存的慈爱。主啊，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你面，甚愿转离我们的恶行。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民族。你的名还要在中华民族中被高举，使普天下因你赦免之恩，认识你的名，又敬畏你。我们特别把在新冠疫情中去世医生们的家人交托仰望在您的手上，愿他们余生的每一天都有您的恩惠慈爱与他们同在，也愿求您一定带领他们的下一代都认识敬畏耶和华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朗读，请。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僭妄话的人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
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请坐。今天汪牧师要带给我们的主题是医治和赦免。感谢主刚好我们现在正是需要医治和赦免的时候。接下来的几首诗歌，我们是希望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思想神的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安静的躺在主耶稣基督的怀中。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稣我主，他真是我的奇妙主，他把我灵魂深藏磐石之中，磐石中喜乐真无处，他将我灵魂深藏磐石之中，是干旱处的阴凉地，他将我生命深藏他妙爱中，又用他伸手来遮蔽，又用他伸手来遮蔽。何等奇妙救主是耶稣我主，我一切重担主破除，我永不动摇，因有主手帮助，一生力量是他所赐，他将我灵魂深藏磐石之中，是干旱处的阴凉地，他将我生命深藏他妙爱中，又用他伸手来遮蔽，又用他伸手来遮蔽，时时刻刻他赐我恩惠无穷，他灵又充满我心中。当我被提示，一定大声歌颂，奇妙救主配得尊荣，他将我生命深藏磐石之中，是干旱处的阴凉地，他将我生命深藏他妙爱中，永
手来遮蔽，又用他伸手来遮蔽。我们再一次副歌。他将我灵魂深藏磐石之中，是干旱处的阴凉地。他将我生命深藏他妙爱中，又用他伸手来遮蔽，又用他伸手来遮蔽。的的确确，我们很多的苦难和伤痛，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远离了神。接下来这首诗歌，让我们每一个人仔细的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前进到求神来安慰，求神来保护我们。怀着坚定的心，我们来到你的座前，单单依靠你的怜悯，数算你慈爱无限。多少次远离，多少次的归回，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求你施恩典，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求用钉痕的双手来穿过我们的伤痕，将刀孔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伤痕。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怀着疲惫的灵，我们回到你的身边，默默听你温柔声音，仰望你慈爱容面。多少次冷淡，多少次的懊悔，你深知我们的伤痛，求你来安慰，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求
就用定恒的双手来尝过我们的伤痕，将刀空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求用破碎的身体来拥抱我们的破碎，以倾注的宝血来挽回我们的心。你奇妙的救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就用定恒的双手来尝过我们的伤痕，将刀空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干渴。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亲爱的救主，愿一生相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奉献。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虽然武汉的疫情是如此的严重，主，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可以洁净那长大麻风的，你可以将这个摊子的罪赦了。主啊，因为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主我们也愿意，我们祷告，我们今天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全身全人奉献给你。主，你必要医治和赦免我们。主，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摆在你的祭坛上，主，我们知道我们由你所使用。主，我们也将所有在武汉疫情的灾病的病人们，主也同样的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你的荣耀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当中彰显，愿意你的医治和赦罪临到这地。主啊，将我们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能够在你的心意的当中能够起来，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堵住这些的破口，将你荣耀的救恩在那里传讲。主啊，求你祝福武汉，祝福中国。经过这样一次的逼迫，经过这样一次的灾难，使你的教会能够更加的纯净，好像金灯台明光照耀，将你生命的道在这里表明。也借着这个苦难，将更多人的灵魂能够归向你。愿他们的灵魂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因为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人人悔改都得救。所以亲爱的主，也祝福在美国的众教会，让他们在这样一个安逸的日子能够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我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主啊，你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造就弟兄姊妹，借着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愿你恩待你的仆人在这里做安时分粮的工作，也按正义来分解主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在我们那边的聚会人数也有一些减少。那么在国内的教会呢，几乎像上海的教会几乎都没有聚会，都停在家里。在一些农村里面，他们有一些同工跟我说，他们半夜还有聚会。但是在这样一个阵痛的日子，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就从前神的仆人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说，就是明天是世界的末日，就是今天在我的后花园也要摘下我的葡萄树。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面对大灾难这个灾难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生财之难这是灾难的起头我们不必惊慌。为什么不必惊慌？因为我们等候的是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是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感谢主
这些灾难不过催熟教会是有指望的所以借助这个灾难，借助中国的逼迫，很多的教会除去了异端，弟兄姊妹就完全的在破口上向神在那里悔改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北美的教会是一个安逸型的教会，怎么来挡住世俗进入教会？那么感谢主，我们主给我们有一条路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只有一条路，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使我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当世人在惶惶不定的时候，圣徒就应该挺身昂首，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两个成语太好了，一个是吓得魂不附体他们要面对羔羊的愤怒；一个是挺身昂首，等候得赎之日来到。所以亚当的70孙以诺看见荣耀的主再来，所以他与神同行300年，神就将他取去，并且生儿养女。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好好的活着，不要惧怕，不要惶恐，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说，这件事都要成为你们的见证。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当教会成熟的时候，我们被进入荣耀的时候，万有脱离败坏的辖制。所以我们虽然有叹息，虽然有眼泪，但是主，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在持守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今天有3个数目，预定得永生的人要加给教会，得胜者要产生，殉道者要补满或许在中国，在北朝鲜有殉道者，但是今天在美国，主要在教会中呼召他的得胜者。当我们的心门打开的时候，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的时候，他要把那一个宝座赐给我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开头就是用这些勉励的话来勉励大家，用不着恐慌，预防是必须的，恐慌是不必的。为什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不是等候沉沦的人，我们是等候得赎的人。因为这一切的日子来到，就是盼望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2个成语，世人是惶惶不定，到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是挺身昂首，等候得赎之日来到。因为这些事终必成为我们的见证。今天我们根据贵教会那个2段经文我们在这里讲到医治与赦罪，时间只有40几分钟，我不能展开多讲。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两个神迹在对观的福音、类福的福音的时候，马可跟路加把它放在一起，马太把它拆开马太是照着圣灵默示的次序来写的。这个神迹的记载是主耶稣从山上的宝训下来的时候，很多的人听见山上的宝训太荣耀，太荣耀。当他山下来的时候，看见一个浑身长满大麻风的人出现山上跟山下是一个对比，就如黑门山哀子是不能看见的神之像，他脸面如同日头放光，衣服好像这个漂白的布，世上没有一样能够漂得那么白。当他山下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扭曲的独生子。山上是神的独生子爱子，山下是一个扭曲的独生子。你在山上你看到这么完美的教训，但是如果不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死里的复活，世界任何的教导都不能救我们，反而定我们的罪。所以他到山下来的时候，他又看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大麻风的人是浑身大麻风。是的，在利未记13章的时候，当麻风发尽的时候，你要定他为洁净。但是这个人不能有这样的条例，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发白，他还是红斑，他浑身